大家好，是小鹅。生抽、老抽、海鲜酱油、味达美味极鲜酱油以及蒸鱼豉油、蚝油，这几种常见的厨房调味品，相信很多人都傻傻分不清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哪一种油。今天小鹅就详细分享一下这几种酱油以及蚝油的区别以及具体用法，以及我个人的感受。我们首先来看生抽和老抽。生抽和老抽都属于酱油的一种，是酱油中细分出来的一个产品。两者都是以优质的黄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，经过发酵制作而成的，可以说是两者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关系，但是又有所不同。老抽是在生抽的基础之上加入焦糖，经过特殊工艺制成的浓色酱油。老抽的颜色偏深，几乎接近黑色，生抽的颜色偏浅一些，呈红褐色。我们来尝一下它们的味道差别。尝过之后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异。生抽呢，它的味道鲜美，但是又特别咸，偏咸。老抽虽然说颜色看起来很深，但是口感比生抽淡一些，味道是鲜美微甜。通过口感的这个差异，我们可以得知它们的用途的差异。生抽呢，主要是用来凉拌、炒菜以及蘸料，作用是入味提鲜的。老抽呢，主要是用来上色的，比如说红烧菜、焖菜、鲁菜时，加上一些老抽，它的颜色会特别的红亮，特别的有食欲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在超市有看到一种酱油，它既没有说是生抽，也没有说是老抽呢？这种酱油其实是介乎于生抽和老抽之间，颜色重，味道重，偏咸，酱香味比较浓郁。这种酱油呢，我们用来红烧也可以，但是颜色又稍微浅一点。如果要是炒菜的话，颜色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重，比较适合用来做酱菜、腌菜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生抽和味极鲜、味达美海鲜酱油它们的区别。从颜色上看是几乎没有差异的，它们的酿造食材是一样的，酿造工艺也是一样的。从名字上我们可以听出一些差别，味极鲜味鲜，味达美味，海鲜酱油鲜，它的口感更偏于鲜一些，说明它的添加剂比生抽更多一些。用法呢是一样的，都可以用来凉拌菜、炒菜，或者说蘸饺子、蘸火锅等，它们的关系就相当于堂兄弟的关系一样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蒸鱼豉油。蒸鱼豉油也是一种酱油，属于酿造酱油，它的食材以及制作方法等同于生抽、老抽等。它的味道是咸中带甜。通过名字我们可以知道，蒸鱼豉油多用来蒸海鲜、蒸鱼的时候比较合适。如果家里面没有蒸鱼豉油，我们可以用生抽、味达美、味极鲜、海鲜酱油这些代替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蚝油。我们肉眼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蚝油它的状态和生抽、老抽非常不同。生抽、老抽比较稀，蚝油呢是这种非常粘稠的一个状态。它们的制作工艺以及制作材料也非常不同。生抽、老抽多是以大豆以及小麦为主，蚝油呢它是生蚝为主，味道非常的鲜美。我们多是炒菜快炒好、快出锅的时候再加上一些，不要放太早。从里面一些添加剂上来说，蚝油呢和生抽、老抽也可以勉强的沾上一些关系，相当于一个特别远房的一个表亲的一个关系。到这里已经非常详细的说出来了生抽、老抽、海鲜酱油、味达美酱油、蒸鱼豉油以及蚝油它们的一个区别和用法。肯定会有朋友问，那我们炒菜的时候应该用哪几种酱油呢？还是说只用一种酱油？如果家里面有当厨师的朋友，或者说有看过厨师做饭的朋友，大家会发现他们在炒菜的时候很多都会用到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鸡精、味精，很多东西都一起用了。所以说饭店里面炒出来的菜非常的鲜，但是你吃过之后会特别的容易口渴。我们如果去看一下生抽、老抽、蚝油它们的一个配料表，就会发现里面都含有谷氨酸钠。谷氨酸钠其实是味精的一个主要配料。
在鸡精中也含有相当多的一个比例，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提鲜，所以说这些调料都含有一定的提鲜作用。我在炒菜的时候基本上只会用其中的一种，比如说我用了生抽就不会用蚝油，不会用鸡精，用了鸡精就不会用生抽、蚝油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些酱料的一个看法和使用方法，仅供大家参考。